我甚至认识一些人，他们觉得 vintage 的 clothes is dirty and they cannot 打鼾。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就说可能vintage 东西是死人穿过的衣服，很多人这样说。对。嗨，怎么这样 stress？ 我刚才买东西啊哈，然后忘记给钱。忘记给钱，我有这么糟糕？不是 OK， 什么事？我没有带环保袋哦，对，所以要给钱买 plastic bag。Actually， 我是经常忘记。哦，是吗？我会 try， 因为我记性不好。我看得出，看不出来。可是我有 try 啦，我有 try。你有 try 读，就是我有明白，我每次要你要他们问我的时候你等一下，没有。哦，等我就要给钱对吗？OK。欢迎瑞恩、燕玲，还好有你是专为女性开启的真实谈话节目，在这里没有批判，没有审视，只有将心比心。每一期将有不同的女友们，记得和她们敞开来聊。桌子上有个神秘箱，里面就有今天来宾的提示。对，你的可以带回家，太棒了，制作组，这个很重要，有没有？我没有带环保袋，顺便去打包晚餐。筷子，很贴心最实用的一次那个物品了哈。OK， 所以还有我们猜什么？Rubbish collector。maybe。来了。有请来宾出列。Hello， Evelyn Yvonne， 嗨，燕玲，坐。那你们要不要一个一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 Evelyn，我是 Chop Value SG 的创办人。Chop Value， 对，筷子 Chop Value， 对，我是收集那些肮脏筷子，然后拿回去工厂再循环，做成家具的一间工厂。家具。OK，Yvonne， 你是？请问做饭头吗？我有一点点confused 啦。OK， 我是 Bizcorp 的创办人。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来，但是我觉得，因为可能我之前是在做服装的，所以服装跟这个环保的那个 category 有一点点相连。聪明 ，sustainability， 欢迎大家来到还好有你，在这里请大家深呼吸，放松心情，敞开来聊聊。桌子上的箱子还有一张卡，写的是来自其中女友嘉宾们的心声。瑞恩、燕玲，请借此机会念出卡中的内容。对不起，因为我已经知道他要叫我做什么了，但是我没有听了，我就直接拿，这样我就需要重拍。OK， 不需要，我必须要你说讲说，其实对于 sustainability 这个 topic， 我很少知识，我真的懂得，我也是在学习当中。行，一起学。其实可能我们就念出这个心声先。OK， 挨家挨户的回收筷子没有那么简单，应该就是你了吧？是。因为我刚创办这间工厂的时候，我需要去一间一间的餐馆，然后去解释给他们听，然后需要邀请他们捐助他们的筷子，给我们回收。所以挨家挨户就是每天都出去邀请他们，解释给他们说这个再循环的概念是什么。为什么当初会有这个 idea？ 这个 idea 其实是有一次在这个脸书的一个视频当中，我刷过这个 video， 是关于筷子，免洗筷子它可以变成家具，因为我觉得很有意义。所以我们就觉得说，筷子在亚洲人我们都会用的，然后而且丢掉又很浪费，那我们就联络了那边的创办人，然后就决定把它引进新加坡。其实坦白说，这几年来新加坡在环保上面做的努力，我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是吗？只是当然，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韩国啊、日本啊，I think 上海、台湾，他们其实在环保这一方面，就好像比我们做的更多。所以你觉得我们是不是有一点起步太迟？我不知道，你们自己你们觉得呢？ OK， 我自己本身觉得，其实
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么样progressive as compared to other country 的原因，是因为新加坡是一个很年轻的国家，之前的国家他们已经超过50多岁、60多岁了吧，可能几百年，所以他们可能已经上一代都会有灌输那种环保的那个概念，但新加坡呢是一个很年轻的国家，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环保的话，会影响到很多工作，我们就能尽量，但是不是说不行，就是说我们可以要尽量，而且政府已经推出很多measures。OK， 我必须要讲，就是那个最近出的新闻，就是 Leaving Singapore 的 flight 要用 sustainable fuel，then 我们的 flight prices 要起。这个我看了，我真的是有一点 question mark， 因为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啊，因为有这一些环保的东西，他们反而变成 maybe 可能就要给更多钱，或者是变成他们要 put much more effort。我们是不是as a 文明国，我们应该要步伐更快？你们觉得吗？对，其实新加坡跟其他一些国家，像你刚才所说的台湾啊、日本啊，相比之下，我们是落后了一点。不过在这几年，其实政府就推广了那些政策，也就是有very big movement，说将来的这个循环趋势跟环保意识是会更快的，就是大家都会跟着 become a norm in Singapore。OK。来，我们放松一下，我们回去我们的过往一下。过往，其实你们自己回想一下，你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有环保这样的概念？是小时候吗？因为现在小学生他们都在讲，可能真的有吗？其实小时候那个教育都3个孩子都开始。可是我们自己这一代呢，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环保？想一下，我们要回想一下 ，recall 很久，因为那个年代很久远。可能也是当时这个 sustainability 的整个概念没有那么流行，没有人去 emphasize 它。OK， 所以我自己本身是 fashion 的，对吗？我觉得可持续性 fashion 就是从小我就喜欢 vintage 的东西，就是比较旧一点的东西。对，所以你说几时有这个环保的概念，我是说不是说环保，就是说有可持续性，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件物品，你到底能用那件物品多久？然后环保那方面是另外一个环节。所以如果要把 fashion 跟环保连在一起，我觉得真的需要放很大的功夫在新加坡。在新加坡，对。OK， 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我们请他了，很会讲话。不要这么讲。OK， 我想问你，说你很喜欢从很久以前很喜欢买 vintage 的东西 ，which I love also。你会不会 avoid fast fashion 啊 ？OK， 我不会 avoid fast fashion， 因为现在 OK 我懂，现在网络上很多人会说不要买 fast fashion，因为not sustainable and things like that。但是你要想，不是每个人能买我也是不会是每天去买那种vintage fashion， 可能 vintage fashion 会比较没有这么时尚。你可以买 fast fashion， 但是可能买那些 design 需要比较 classic 一点点，就是说能穿很多次。我觉得质量对，对，quality better than quantity。因为我真的是觉得就不要做的很 extreme。你知道有些人就觉得我要做一个环保的人，我就要清心寡欲，我只能穿这个什么要用再循环的东西做的，就要变成你逼是吗？Actually， 其实我真的觉得不是这么样的就是它应该怎么样 combine with 我们自己的一些生活习惯，或者像你讲的，你买一样东西，就算它是 fast fashion， 如果一个 blazer， 你可以穿很多次，因为它是 classic， 这样很 OK 啊，也是一种 so called 不浪费，因为环保也是一种不浪费嘛 ，agree 吗？对吗？同意。因为我甚至认识一些人，他们觉得 vintage 的 clothes is dirty and they cannot tahan。You know what I mean？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就是说可能vintage 东西是死人穿过的衣服，很多人这样子。对，可是我很喜欢故事啊。如果是你的阿嬷，我讲阿嬷可以跟我讲那个故事吗？明白。所以我觉得 behind every vintage item there's a story， 有一个故事，对，是那是我自己是我们怎么去看待那个？我觉得要从孩子开始，对，是不是？现在学校都 primary school 就开始了，从 kindergarten 就开始了，都已经在
就像我孩子都已经在 preschool 有在学什么？ show and tell to 跟他们讲为什么会有这个 sustainability 的东西就已经开始灌输这些。因为只有这样的话，很快的，久而久之就变成他们一种习惯，对，你知道吗？他就不觉得，哎，我需要做更多的努力，或者是我需要改变我的生活来做一个环保的人，而变成当他们习惯知道，哎，这个是一个应该做的东西，就只是对，就变成一个就是 daily life 的东西了。对，好像你平常说，你想一下。好像你平常生活中，其实你有很多东西，很多时候你已经在环保了。对，就很像节省电源啊。你出门你一定会把冷气啊、空调什么都关掉。其实那个也是那个算是环保，算是对，而且是一个 creating habits 的，所以 habits 的方面，right 需要从小开始灌输，对，就是一个习惯。所以那个丁干对吗？我自己本身我车上有 practice， 你有吗？因为我家比较多人，所以我的应该是5层的，还有4层的那种。对，而且我拿去有时候我在想，哎，我一个人要吃哪个5个，我就算了，你是吃了就走。OK。呀，所以 OK， 我本身没有那个拿丁干那个 habit 习惯，对。但是呢，我觉得如果我逼自己去做，就 Prada 的不要讲 Prada， 可能每一点就可以看那种 vintage 的每一点就行了。明白，要整个 package 用很多年，对，可以用很多次。对吧？所以呢，只要 create 一个 habit， 可能我如果做了10次呢，就可以。当然，全部都是 habit。如果你出门之前有梳头发，I digress， 那个是一个 habit 了。明白呀。我必须要讲说，我常常做慈善。那之前有个记者就问我说，like 他明明是很自责，为什么他没有那个心去做慈善？对，所以他问我 ，actually 我要怎么让自己有兴趣？我跟他讲说，其实你不要把这个东西想得那么大。如果你把这个环保的东西想的是，wow, it's as big as like as a globe, like it's a very big thing. You need to make a lot of changes. There are a lot of habits that you need to change. 它就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But if it's small habits, like 例如说从 primary school 我们的孩子学小小的 habits， 慢慢的累积起来。就有效果，真的，你明白吗？你这有时候是大家自己想太多，自吓自己，想太多，对。就是每天就是我觉得你要用心去做一个东西，然后你每做一步一小步，其实也就是 part of 的，就是有贡献。因为其实最近就是很多应该是从去年开始吧，就是那个塑料袋要收费了。一开始 I think 你们周围就会听到那种为什么要这样？没有，我觉得我已经习惯了这个东西了，因为我车上放很多环保袋。所以你是那种很早就有习惯会带环保袋的人。我环保袋其实在 before 他们讲要还钱的那时候，我就开始有了。他是开环保公司的，没有，我是开了环保公司才慢慢学习，做一个环保达人。OK， 明白。其实坦白讲，你其实有时候我们看外国的节目啊，其实他们已经很习惯 grocery， 他们会有 so-called 带一些环保或者是一些纸袋啊之类。然后其实真的有这么难吗？没有，坦白说没有，因为所以有时是忘记。或者你，所以你忙着做工要去打包的时候又忘记。为什么我会忘记呢？因为新加坡步伐太快了，想很多东西，所以你想东西，而且你懂，在美国这些，你需要可能开1个小时的车才能到那个市场。对，那1个小时就讲 ，OK， 我到那边我需要带什么这东西，所以好像是一个 excursion， 你会做很好的 planning， 但是因为新加坡什么东西都是很 convenient， 很快，就算你忘记带，就讲5分钱一个。环保袋一个塑料袋不差那5分钱，是对新加坡人他觉得不差，所以我们真的需要educate 呀。所以我其实也好奇，你觉得如果新加坡就是政府不 implement 这些很多政策的话，你觉得我们自己还会有就是动力去做这些东西？我觉得没有啦，坦白说，大多数的人会没有。我觉得会，不过是学生来跟父母讲，跟自己的 Gen Z。对 ，because they're into thrifting. Yeah, the thrifting and the trend is actually back now. So 我觉得，因为他们已经被灌输那个概念了，说是好事啦，是好事，说至少有 Gen Z。我们要跟他们学习，我们要跟上他们的步伐。我觉得如果政府要推出这些
什么政策推广这些政策的话，那些是当然influence 那些 decision makers in companies， 但是年轻人呢是 influence your everyday people， 所以是2个 target audience。哇哦，本来不懂为什么请他，结果是他讲最多话。我们来到犀利问题环节。神秘箱里有3张卡片，卡片上各有1道问题。主持人们请向各自来宾们发问其中卡片里的1道问题，来宾们必须诚实回答。好，那我先问吗？OK， 你这一生做过最不环保的一件事是？最不环保的一件事，就是以前我买了很多鞋子，然后都不穿鞋子。对，因为我以前都是 go to 数量 instead of 质量，所以我觉得现在想回溯，我现在选鞋子都是可以 last 比较久的。所以年轻的时候买太多鞋子，这是每个女人的问题吧？鞋子。OK， 你们都鞋子旁边，我都不用看啊，我 I think no choice 啊，可是然后在 fashion 做工不可以 avoid 呀，可是可以 do it to our best ability。OK， 不过我是说不要买便宜的，因为它一下就坏了，然后就丢。所以我是以前制造垃圾的一个人。鞋子还是继续有在买啦，可是有质量的鞋子可以有质量的，我的鞋子通常可以穿很久，可是有时候它穿太久，然后另外一双可以拿去修补，可以修补。因为另外一双已经买了，发霉，它没有机会穿。发霉，太多鞋子啦。OK，Yvonne 的犀利问题。所以 Yvonne， 你自己本身有开车吗？有。OK， 所以如果要你为了环保，一辈子就坐交通工具啦，就 public transport。你不驾车，你愿意吗 ？OK， 要看在哪一个 phase of life 哦。如果我不用做 shoot 是 OK， 可是如果要做 shoot 呢，就有点难。之前就说 do it to our best ability，对吗？工作重要。如果我需要环保，然后不开车还是不搭 Grab 还是怎么也好，对吗？然后我要怎么样生存呢？做工啊，对哦。所以我觉得要看生活的阶段。如果是现在阶段，不会，OK 呀，可能就来做个总结啦。我觉得很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其实不要把环保想象的这么困难，或者是难如登天的一件事。是，因为其实很多时候环保就是从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一点一滴的就是小事或者是一些行为做起的。所以其实也不是很难，好像刚才我们讲的。就是带顶杆，或者是清洗那些就是打包的咖啡杯，就是这些很小的事情就是只要有贡献做一点点，也算是。因为久而久之，它就会养成习惯。像我们说的，因为当你东西成为习惯，你就不觉得麻烦，会觉得很多人都是怕麻烦。是，然后要咯。OK， 习惯是应该从小开始培养的，对吗？从 primary school 开始培养，从小 ，which 我们的政府已经在做了啦，对，政府已经在做。But never too late to start， 对 ，never too late，never too late。像我记得你刚才讲了一句话，是你说的，应该做了10次之后你就习惯了。对，做了10次之后，从慢慢开始，不要想那么多，要有那个心态，要从小开始习惯，加上。垃圾分类，就是你身边这样简单，就是常识啊，就是垃圾分类这一些，你不要以为所以我这个 plastic 到底是要去这个 A B C D 哪里？统优写的你有时候你是你自己心里面排斥，你知道吗？你心里排斥，而且是怕麻烦。好吧，所以谢谢两位，谢谢两位。虽然我们真的这个 topic 没有很了解，but actually 今天我学到很多，我觉得啦。而且我觉得我们也跟大家就是呼吁了很多东西，就是我觉得最重要是改变心态，就是不要想得太大，心态是最重要，习惯。所以还好有你，我们下期见，要关注我们哦。